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，这个故事里有亲情的冷暖，有两岸的文化差异，更有婚恋观念的天壤之别。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小文出生在南方一个贫困的小山村，那种出门就是田，抬头就是山的地方。别看现在国内发展的这么好，但在20年前，像小文家这样的偏远山区，真的是贫穷二字说尽了所有。小文6岁那年，他爸妈在一场车祸中双双离世，从此小文就被大伯家收留了。可千万别以为这是什么感人的收养故事，大伯家收留他可不是因为什么骨肉亲情，而是看中了政府给的那点抚恤金啊！天哪，这些钱本该用在小文身上，可偏偏大伯一家把钱都花在了自己儿子身上。你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女，能有饭吃就不错了，还想穿新衣服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每当小文看到表哥穿着新衣服，自己却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时，大伯母总会这样呛他。村里人也不待见他，背后指指点点，就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，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？估计也就嫁个本地的农民工，生几个孩子，过一辈子苦日子。小文虽然家境贫寒，但人家可是个别人家的孩子啊。学习那叫一个好，村里学校的老师都说，这孩子聪明就是命苦。高中毕业那年，小文考上了省重点大学，全村都震惊了。大伯家却一点也不高兴，上什么大学啊，家里又没钱供你，赶紧找个工作挣钱，还能补贴家用。就在这时，小文远在台湾的姑姑听说了这事。这位姑姑啊，当年嫁给了一位台湾商人，在台湾生活了20多年，早就入了台籍。姑姑得知侄女如此聪明又上进，二话不说，主动提出资助小文去台湾读大学。我和你姑父没有孩子，你来台湾吧，我们供你上大学。电话那头，姑姑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亲切。大伯一家听说小文要去台湾，态度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哎呀，我们小文从小就聪明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出人头地了。大伯笑得见牙不见眼。临行前，大伯语重心长地对小文说，去了台湾别给我们家丢脸啊，记得多寄点钱回来，台湾可是发达地区，那边工作工资肯定高。小文一脸懵，大伯，我是去读书的，不是去打工。读书，读完书不就是为了挣大钱吗？大伯不耐烦地摆摆手。还有啊，在台湾好好找个有钱人嫁了，别像你妈那样，非得嫁给你爸那个穷光蛋。村里人也都羡慕得不行，这孩子命好啊，去台湾了。那边随便打个工都是几万块钱吧。听说台湾人个个都有钱，住的都是大别墅，嫁个台湾老公，这辈子就享福了。带着大家的期望，小文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。来到台湾后，小文才发现，大陆人对台湾的认知真的是充满了误解啊。首先，台湾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人均富豪。台湾虽然经济发达，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其实也很辛苦。姑姑和姑父就住在台北市的一个70平米的公寓里，算不上豪宅，但胜在交通便利。姑父是一家电子厂的中层主管，姑姑则在一家服装店当店长。两人虽然没有大富大贫，但生活还算宽裕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对小文特别好。小文啊，你不用有压力，好好念书就行。我和你姑父年纪大了，没有孩子，你就当是我们的女儿。姑姑拉着小文的手，眼睛湿润。小文在台湾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。刚开始因为口音和文化差异，他在学校遭遇了不少困难。你是大陆来的吗？同学们听到他的口音，总会这样问。有些同学很友善，会热情地邀请他参加活动，但也有些同学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他。听说大陆女孩都很拜金，喜欢往有钱人身上贴，这是小文听到最多的偏见。有一次，班里一个女生当着他的面说，大陆女孩来台湾不就是为了嫁个台湾有钱人吗？小文当场就怒了，我来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不是为了找老公。你这样的偏见和歧视真的很幼稚。这一下全班都安静了。从那以后，那个女生再也没敢当面说过小文什么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小文慢慢发现了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巨大差异。在小文的村子里，女孩子最看重的是男方有没有房子、车子、存款、
父母有没有退休金或者固定收入。门当户对是第一要素，爱情反而成了次要的。感情是什么？能当饭吃吗？这是小文常听大伯母说的话。但在台湾，虽然物质条件也很重要，但年轻人更注重两个人的三观是否一致，兴趣爱好是否相合，以及是否真心相爱。小文的台湾室友小荣就曾拒绝了一个家境优渥的追求者，理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合。这在小文的家乡简直不可想象。你疯了吧？放着现成的富二代不要？小文忍不住问。小荣笑着摇摇头。他虽然家里有钱，但他觉得女生结婚后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不应该有自己的事业。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婚姻观，这让小文陷入了深思。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，婚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，更是两个灵魂的结合。台湾的大学课业很紧，但小文从不抱怨，他知道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每当深夜学习到精疲力尽时，他就会想起村里人对他的冷嘲热讽，想起大伯家对他的不公待遇，这些都成了他前进的动力。大二那年，姑姑的服装店生意不太好，小文主动提出要勤工俭学，减轻姑姑的负担。不用不用，你专心念书就好。姑姑坚决反对。姑姑，我不能总是依赖你们，而且我想锻炼自己，小文坚持道。最终姑姑同意了，但有个条件，工作不能影响学业。就这样，小文开始在一家咖啡厅打工。台湾的服务业非常规范，虽然工资不算高，一个月大概2万多新台币的兼职工资，折合人民币4、5千，但胜在稳定。而且老板人很好，知道他是学生，排班都很照顾他。工作的经历让小文看到了大陆和台湾在职场文化上的差异。在台湾，即使是一个服务员，也能得到基本的尊重。顾客不会随意呵斥服务员，而是用不好意思、麻烦你这样礼貌的用语。在咖啡厅工作期间，小文认识了阿伟，一个在附近科技公司工作的台湾青年。阿伟是咖啡厅的常客，每天下午都会来点一杯美式咖啡，然后坐在靠窗的位置工作1、2个小时。你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吧？有一天，阿伟主动和小文搭讪。是啊，在台大读计算机。小文有些警惕，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对大陆妹的刻板印象。真厉害，台大计算机可不好进。阿伟由衷的赞叹，我在对面的科技公司做程序员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交流。阿伟经常给小文讲解一些专业问题，有时还会推荐一些编程书籍给他。慢慢的，小文发现阿伟和他想象中的台湾男生不太一样。他不像台剧里那样浮夸多金，而是朴实、踏实、有责任感。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，月薪大概6、7万新台币，算不上大富大贫，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规划。我想自己创业，做一款真正有用的软件，帮助更多人。阿伟经常这样说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阿伟邀请小文和他一起参加黑客马拉松比赛。两人合作开发了一款针对独居老人的智能监护 App，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2等奖。这次比赛后，两人的关系急剧升温。阿伟正式向小文表白，两人开始了恋爱。我喜欢你的聪明和坚强，而不是你的出身。阿伟真诚地说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你，不是什么大陆妹。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小文。从小到大，他都被贴上各种标签，穷孩子、没爹没妈的大陆妹。而阿伟是第一个真正看到他自己的人。恋爱后，小文才了解到阿伟的家庭其实很普通。他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，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念大学。他们住在新北市的一个老旧社区，房子不大，但很温馨。我家条件不好，希望你不会介意。第一次带小文回家时，阿伟有些忐忑。小文笑了，你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比起我的老家，这里简直是天堂了。阿伟的父母对小文非常友善。虽然一开始对儿子交了个大陆女友有些担忧，但见到小文后，他们的顾虑很快消失了。小文这孩子真懂事，一点都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。阿伟妈妈私下对儿子说。大学毕业后，小文凭借优异的成绩和在黑客马拉松上的表现，收到了多家科技公司的录用通知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和阿伟同一家公司，但在不同的部门。小文的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因为工作出色，他很快就被提拔为项目组长，
年薪达到了100多万新台币，这在台湾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。然而大伯一家对小文的期望却远不止于此。小文啊，你在台湾这么多年，怎么还没嫁个富豪啊？每次视频通话，大伯母总会这样问。阿伟很好啊，我们很般配。小文试图解释，般配什么啊？他有没有家产，有没有豪宅，大伯母不依不饶。他有爱我的心，有上进心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小文坚定地说。哟，这些虚的有什么用？台湾那么富裕，你怎么就找了个普通人？大伯母显然很失望，小文不再多说什么。他知道他和大伯家的价值观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异。在他看来，爱情和婚姻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两个人共同成长的旅程。阿伟也曾问过小文，你家里人好像不太满意我。小文笑着摇摇头，不用在意他们。他们对台湾的认知还停留在20年前的电视剧里，以为台湾个个都是有钱人。那你呢？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普通？阿伟有些不安，在我眼里，你一点都不普通。小文真诚地说，你有梦想，有担当，最重要的是你真心待我，这就足够了。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，阿伟终于在一个浪漫的夜晚向小文求婚。他没有豪华的排场，没有昂贵的钻戒，只有一枚自己攒了半年工资买的简单戒指和一颗真心。我知道我给不了你最好的物质生活，但我保证我会给你最真的爱和最温暖的家。阿伟单膝跪地，眼中满是真诚。小文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对他来说，找到一个能真心相爱、共同奋斗的伴侣，远比嫁入豪门重要得多。两人决定办一场简单的婚礼，只邀请最亲近的亲友参加。小文和阿伟的婚礼在台北的一家小型婚宴会馆举行，虽然没有奢华的场地，没有昂贵的排场，但温馨感人。姑姑和姑父坐在主桌上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仿佛是在为自己的亲生女儿操办婚礼。小文从小命不好，现在总算熬出头了。姑姑拉着姑父的手，眼中含泪。让小文没想到的是，大伯一家居然也来了。大伯母一下飞机就东张西望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这就是台北啊，怎么看着和我们县城差不多嘛？我还以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呢。见到阿伟家人住的普通公寓，大伯母更是直摇头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家，也太普通了吧。我还以为至少是个别墅呢。婚礼上，当司仪介绍阿伟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时，大伯和大伯母脸上的失望溢于言表。就这，我还以为至少是个公司老板呢。大伯小声嘀咕，但声音不小，周围的人都听见了。阿伟的父母尴尬地低下了头，小文心里一阵刺痛。婚宴结束后，大伯直接找到小文，你在台湾这么多年，就找了这么个普通人。你姑姑供你念书，不就是希望你能找个好归宿吗？小文深吸一口气，大伯，在我心里，阿伟就是最好的归宿。他踏实、上进，真心爱我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哎呀，年轻人不懂事。要我说，你应该多相几个对象。台湾这么多富二代，怎么就看上这么个普通人了？大伯母插嘴道，大伯母，我和阿伟是真心相爱的，不是做交易。小文的语气坚定起来，什么真心相爱，那都是骗小姑娘的。大伯母不屑一顾，结婚就是为了过好日子，有钱才能过好日子啊。姑姑看不下去了，走过来拉住小文的手，她的婚姻她自己做主，你们别干涉了。小文在台湾这些年，我们看在眼里，她很独立也很坚强，她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。姐，你这是帮着外人说话啊！大伯不满地嘟囔。什么外人？小文是我侄女，阿伟现在是我侄女婿，都是自家人。姑姑毫不退让，看着姑姑为自己据理力争，小文心里暖暖的。她突然明白，真正的亲人不是血缘最近的人，而是真心对你好的人。婚后，小文和阿伟租了一个小公寓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两人都很努力工作，打算攒钱买房子。在台湾，房价也不低，尤其是台北市区，一个小户型动辄也需要上千万新台币。我们先攒个首付，然后慢慢还贷款。阿伟认真地规划着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小文笑着说。结婚第2年，小文和阿伟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。小文请了半年的产假，全心照顾孩子。
要不我妈来帮忙带孩子吧？阿伟提议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小文婉拒了。再说产假结束后，我们可以送托儿所。在台湾，政府对育儿支持很完善，有专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，而且费用也不算太高。这让小文能够在照顾孩子的同时，不耽误自己的事业发展。产假结束后，小文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与此同时，阿伟的创业梦想也在慢慢实现。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发了一款智能家居 App， 获得了不少用户好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找风投了，阿伟兴奋地对小文说。太好了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小文全力支持丈夫的梦想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阿伟的项目最终获得了一家风投公司的青睐，拿到了第一笔融资。我们公司估值已经达到1亿新台币了，阿伟激动地告诉小文。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小文给了丈夫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有了这笔钱，两人终于在台北买了一个小小的公寓，虽然不是豪宅，但胜在是自己的家。装修时，两人亲力亲为，把家布置得温馨舒适，这才是真正的家啊！小文站在阳台上，望着台北的夜景，感慨道：随着阿伟公司的发展，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，孩子上了幼儿园，小文的事业也蒸蒸日上，他已经晋升为部门经理，年薪突破了200万新台币。这样的生活在小文看来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她有爱她的丈夫、可爱的孩子、稳定的工作，还有舒适的家。这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然而大伯一家对小文的期望似乎永远达不到。听说阿伟公司融资了，是不是成大老板了？视频电话里，大伯母一脸期待。还不是，公司刚起步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小文实话实说。哎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样啊。大伯母失望地摇摇头，你看村里王家的女儿嫁了个开工厂的，回来都是开宝马的。小文笑而不语，他知道大伯一家永远不会理解他追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在他们眼里，成功就等于金钱和地位，而在小文心里，成功是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和爱的人一起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。时光如梭，转眼间，小文已经在台湾生活了9年。在这9年里，她从一个懵懂的留学生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女性和幸福的妻子、母亲。某天，小文接到姑姑的电话：小文啊，你外婆过80大寿，你要不要回去看看？外婆是小文为数不多的亲人之一，尽管年事已高，但一直记挂着远在台湾的外孙女。小文二话不说，决定带着阿伟和女儿一起回大陆参加外婆的寿宴。终于可以看看你长大的地方了，阿伟很期待。别抱太大期望，那只是个小山村，小文微笑着说。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，小文发现村子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本泥泞的小路变成了水泥路，许多农户家里也盖起了小楼房，村口还开了几家小超市和餐馆。哇，变化真大啊！小文感叹道。是啊，这几年国家政策好，村里发展不错。接他们的大伯说，对了，我和你大伯母商量过了，你们先住我们家吧。正好表哥结婚搬出去了，房间空着呢。小文婉拒了，不用了大伯，我们已经在镇上酒店订好了房间。酒店多破费啊！住我们家多好，大伯母热情地说。谢谢大伯母，但我们人多，不想打扰你们，小文坚持道。看着小文一家人从豪华轿车上下来，穿着时尚得体，举止大方得体，村里人都惊呆了。那是小文吗？在台湾生活这么多年，气质完全不一样了。听说她在台湾大公司当经理呢，年薪好几十万。她老公是台湾科技公司的老板，家里有的是钱。各种传言在村里传开，小文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当年那些看不起她的人，现在见了她都笑脸相迎，甚至有几个年轻人专门来找她问去台湾的事情。外婆的寿宴在村里最大的酒店举行，来了很多亲朋好友。小文特意从台湾带了很多礼物，给每位长辈都准备了心意。让小文意外的是，大伯母在寿宴上对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。我们小文从小就聪明，知道为自己争取机会。你们看，现在她在台湾多有出息啊！大伯母一脸骄傲，仿佛小文的成功都是她的功劳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大伯母从小就疼我，要不是她，我哪有今天？
小文微笑着，语气平静，但话里有话。大伯母一愣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很快又堆起笑容。小文啊，你表弟最近在找工作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，介绍他去台湾发展？你在那边人脉广，帮他安排个好工作应该不难吧？小文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看了看站在一旁的表弟。表弟有什么专业技能吗？他高中毕业就没再读书了，但他很聪明，学什么都快。大伯母赶紧说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需要的都是专业人才，至少要大学学历。小文直截了当地说，你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现实了？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大伯母脸色一变，正因为是一家人，我才不能让他去碰壁。小文语气坚定，台湾的就业市场很竞争，没有专业技能很难立足。如果表弟想进修，我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和资源。大伯母悻悻地走开了，显然对小文的回答不满意。晚上，小文和阿伟带着女儿在村口散步，碰到了当年经常嘲笑他的几个村民。小文啊，听说你在台湾过得不错，你老公是不是很有钱啊？一个村民八卦地问。我们都是靠自己的能力生活，不算有钱，但足够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小文淡然地回答，你在台湾当经理，一个月工资得有好几万吧？另一个村民羡慕地说，工资只是一部分，更重要的是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。小文笑着说，看着这些曾经看不起自己的村民现在一脸谄媚的样子，小文心里没有任何报复的快感，反而有些怜悯。他明白，这些人的眼界和价值观仍然局限在金钱和地位上，而他早已走出了这个圈子，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老婆，你在这里长大真不容易。回到酒店后，阿伟感慨道，是啊，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。小文靠在丈夫肩上，我曾经以为成功就是赚很多钱，住大房子，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，但现在我明白，真正的成功是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和爱的人一起成长，不管外界如何评价。阿伟紧紧抱住妻子，你是我见过最坚强、最聪明的女孩，我为你骄傲。回台湾前的最后一天，小文特意去看了自己父母的坟墓。站在墓前，她轻声说，爸妈，女儿现在过得很好，有爱我的丈夫，可爱的女儿还有心仪的工作。你们在天上看到了，应该也会为我高兴吧？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来。小文知道她的成长道路上充满了坎坷，但正是这些坎坷锻造了今天坚强独立的她。回到台湾后，生活依旧忙碌而充实。阿伟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，小文的事业也是一帆风顺。更让他们开心的是，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孩子，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小文站在阳台上望着台北的灯火，心中都充满了感恩。他感恩姑姑和姑父的无私帮助，感恩阿伟的真心相伴，更感恩这片土地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从被嫌弃的贫穷女孩到回乡时万人瞩目，我在台湾的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她找到了自己，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而姑姑家态度的转变，在小文看来既可笑又可悲。她明白人心是最难测的，有些人只看重你的成功与否，而不是你这个人本身。但她已经不再在意这些了，因为她知道，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，失败还是成功，都始终如一地爱你的人。现在的小文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命运摆布的小女孩，而是一个掌握自己人生的女人。她的故事也许会激励更多像她一样的女孩，无论出身如何，都要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是丽姐，婚恋红娘。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婚姻的本质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2个灵魂的相遇和共同成长。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，找到一个真心爱你、尊重你的人，远比嫁入豪门重要得多。爱情不是依附，而是并肩。希望每一位姑娘都能遇到自己的阿伟，每一位小伙都能找到自己的小文。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